欢迎收看这期的俄式新车，我是腾讯汽车金增宇。今天呢，我们是在冰天雪地零下20度的张家口崇礼来试驾我身边的这辆北京品牌的 X7 车型。那关于这辆车呢，还是按照惯例先做一个背景的介绍。它全系是在今年的6月份正式上市的，分为汽油版以及 PHEV 插电式混动版本，一共是8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是10.49万元到22.69万元。那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呢是它的汽油版顶配车型，也就是置顶型，它的售价呢官方指导价是14.69万元。那作为一辆已经上市半年多的车型，它并不算是一辆新车了。我们之前呢也为大家带来过，包括它静态以及动态方面各方面的表现。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也是整理了我们腾讯大数据当中关于它的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其中的3个问题，在这期节目里呢，统一为大家进行解答。问题1：北京这个品牌为什么是一个北京的拼音？另外呢，它是不是一个新能源车型？首先呢，这个问题呢，咱们分为2个部分进行回答。首先，第一，是因为北汽集团呢，在去年根据这个自身的情况，对旗下所有的产品线进行了重新的规划以及升级。首先呢，这个咱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双 C 造型啊，目前是运用于北汽新能源旗下的各个这个车型当中。那这个另外呢，大家这个也比较熟悉的，包括这个 BJ40、BJ80。这些越野车型，它们呢目前这个形成了一个新的品牌，叫做北京越野。它的品牌名称呢叫做北京，是一个这个汉字的一个形式。那至于说今天这辆新车北京的 X7 呢，它是与旗下的另外一些车型，包括 EX3、EU5 这些车型，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品牌，叫做北京，是一个这个拼音形式来命名的。那至于说它是不是一个新能源车，其实并不是。虽然说呢，它在外观方面是非常的前卫以及激进，包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灯组方面，包括下面的雾灯以及上面的所有的这个光源都是全 LED 的。那还可以看到，包括隐藏式的感应门把手、贯穿式的尾灯以及隐形盖和车侧腰线，力量感十足的钣金处理。它在造型上呢，虽然说非常前卫，但是呢，它还是一辆实实在在的纯燃油车型。比如说从这个前网的熏黑多边形进气格栅，以及车尾的双边2出蒸排器等等部分，都可以看出它的真实身份。问题2：车内全部取消了实体按键，改为了触控模式，会不会对驾驶形成一些影响？那首先呢，进入到这辆北京 X7 的车内呢，其实第一感觉啊，如果说不看车标，单独看内饰的话，它有点像一个奔驰以及奥迪的合体。首先呢，可以看到这个双12.5英寸的大屏是进行一个连接，与奔驰的这个大屏非常像。在这个清晰度呢以及这个 UI 设计上都是非常的具有高级感。接下来往下看，非常像奥迪的高端车型，比如说 A6Q7 的一个中控的大屏，它集成了包括一些车辆的驾驶辅助以及呢空调的这种操作。那大家这个提的问题呢，其实是也是我平常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一个点，就是说，那我呢其实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实体按键，但是呢这辆车给我一些改观。首先可以看到，在这个方向盘区域，它也使用了一个触控模式，而且还不是简单的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触控的点，它是有一些物理反馈在里面。在拨盘区域，它采用的这种技术呢，叫做微动触控式按键。它除了支持常规的按压式操作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圆形键盘的滑动来操作2块大屏。那所以说它的这个原理呢，就有点像老式的苹果的 iPod 那么一个操作模式。接下来呢，再说一下这个大屏。首先呢，它的这个尺寸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您在驾驶的过程中进行一些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呢，它的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页面呢只有1级页面，不用通过2级页面进行一些操作。所以说呢，平常呢控制一些空调的开关啊，以及温度调整都是非常便利的。问题3：这台车动力表现怎么样？它的双离合变速箱平顺性又怎么样？那关于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观众朋友们是问到了关于这辆北京 X7 它在动态方面的一个表现。虽然说是2个小问题，但是呢要跟大家放在一起来聊。那我认为呢，发动机跟变速箱不能逐一的去说，它们2个的这种调教跟匹配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说一下正面数据，这台北京 X7 搭载的是一台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的呢是一台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它的正面数据呢，最大马力188马力，峰值扭矩275牛米。不管是在排量上，还是在变速箱上，还是在正面数据表现上，
都是一个非常主流的目前自主品牌的紧凑型 SUV，常常搭载的这么一套系统，算不上呢有多么的领先，但是呢绝对也是一个同级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了。那之所以说这种小排量发动机搭载一个7速双离合是非常常见，是因为小排量发动机能够更好的满足燃油经济性的表现。那另外呢，这个7速双离合能够呢在您需要这种急加速的时候，它的换挡呢更加积极，保障动力的这种积极响应。那我觉得整体的试驾感受，拿我这次的整个试驾路线来举例子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这次的路线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是在北京的大兴进行集结，一路呢经历这个北京的南5环、南6环，然后经历高速，最后的目的地是张家口的崇礼地区。这一路经历了北京的环路拥堵，也经历了高速路况的情况，最后呢也经历了城市道路这种走走停停的路况。整体表现我们从低速来先开始说，它在2个红绿灯之间的表现，不管是换挡的平顺性，